最近大连有一个女大学生被学校开除了，结果呢，整个网络直接炸锅了。你看，一边是王局这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地说，学校这是在搞父权民主主义，反应过度了。这个女生虽然有错，但她更是一个受害者嘛。但是另外一边呢，网友们直接把这些精英的观点给喷烂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活该，学校这个处罚简直是大快人心。所以你说奇怪不奇怪？同一件事情怎么可能会让两拨人看法相差这么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主流讨论里面被大家忽略掉的细节，还有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在 CIA 情报分析师的眼里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的裂痕，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深得多。在很多评论员嘴里面呢，这个叫做李欣石的女生成了一个符号，什么符号呢？就是因为私生活遭受不公惩罚的符号。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值得同情，对不对？但是呢，要想让大多数人真正的共情，其实有3个关键问题，他们绕不开，或者说是故意没有提到。首先，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引爆大家愤怒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一夜情或者是约炮这些事情，大家真正认准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生她其实是花着男朋友的钱去出轨另外一个外国男人。所以你看这个细节一下子把整件事情的性质给彻底颠覆了。你想想看，其实成年人对于约炮这件事情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也许很正常，但是对于欺骗和背叛，尤其是感情里面的背叛，那几乎是所有人的雷区，这个事情应该是零容忍，对不对？所以当很多评论员还在那边举着所谓性自由的大旗给他辩护的时候，说实话，他们跟大众真正的燃点其实我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了。但这个其实只是整件事情的第一层，更有意思的是学校的操作。我们来看一看学校的处罚，所有人的火力都集中在那条争议巨大的有损国格的校规上，对不对？那这条规定的确是槽点满满，值得骂。但说句实话，这个可能只是学校扔出来的一个烟雾弹，因为大学手里其实攥着另外一个在程序上几乎没有什么瑕疵的理由。如果你们仔细看看学校的公告，就会发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花了10天，用尽各种办法都联系不上李欣石本人。这说明什么？从事发去年12月到今年4月，这中间可能已经隔了整整一个春季学期。比较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个同学从事发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学校，也没有请假，直接晚起了4年。那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的话，无故旷课超过2周，其实学校就可以直接让你退学。这个可是所有大学校规里面的尚方宝剑，合法合规，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那问题来了，一个程序上完全是完美无缺的理由，学校干嘛不用非要用一个争议这么大的有损国格的理由呢？答案可能会有点讽刺，因为旷课10年这个理由虽然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但是在情感上可能压不住网络上的这样一股滔天的怒火。你想想看，要是学校只是说这学生旷课，我们按照规定开除了，网友们会怎么说呢？肯定会骂学校是避重就轻，官僚主义，对不对？但是相反，直接把有损国格这一面大旗记出来的话，虽然法理上有点悬，但是在政治上跟情感上一下子就站到了主流情绪的这边。那说白了，这个其实是学校在做一个非常典型的表演式的治理，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已经不是依法治校，而是用最快的速度摆出一个最正确的姿态，赶紧的把这个威胁学校声誉的舆论的肿瘤给切掉。那第3点，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未必知道的黑历史跟冷知识，因为网上有人扒出来这一所大连工业大学的前身其实跟10几年前另外一件大事情有关。大连工业大学以前叫什么呢？以前叫大连轻工学院，这个名字您可能听上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连着10多年前另外一场轰动全国的网络事件瘦瘦门。大家还记得2010年有一个叫做瘦瘦的模特
翟宁也是因为不雅视频被前男友爆出来身败名裂，而她的母校就是大连轻工业学院，所以你想象一下，当年的那场风波应该是给学校的管理层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而现在10来年以后，一个核心要素几乎一模一样的丑闻又出现了，还是我们学校的女生，还是私密的视频，还是被全世界围观，这个简直就是激活了学校的集体 PTSD 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在这样的情绪主导底下，那学校想的可能已经不再是怎么样教育或者是挽救一个犯错的学生，而是怎么样才能够不惜一切代价不要让当年的噩梦重演。那这样一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狠劲，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学校这一次处理的如此的冷酷和严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关乎学校的生死存亡。好了，我们理清了这些被忽略的事实，我们大概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学校会下重手，为什么大众没有一边倒的去同情这个女生。但这个能解释所有一切吗？当然不能。一个女生的桃色新闻为什么能够把整个中文的互联网给点着呢？因为她的行为就像是一根火柴一样，扔进了一个早就充满了易燃易爆气体的房间。那这个房间里面至少有3种危险的气体，分别是阶级、民族和权力。第一个，你别看这个事情表面是民族主义，如果你潜到那些最愤怒的评论区，我跟你说，你一定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的味道，里面混杂着钱啊、焦虑还有荷尔蒙。那巴西牛排这个词其实侮辱性真的是极强，在最极端的声音里面甚至还冒出什么白倒贴、黑免费、黄的彩礼翻3倍这样一种极度扭曲的话。那这些话为什么会流行呢？因为它反映了现在一部分中国男性在面对高房价、天价彩礼跟玩命内卷的时候，内心那样一种非常强烈的被剥夺感。那李新石这个事儿简直就是把所有的雷点都踩满了。一个女大学生抛弃了为她花钱的中国男友，转头就投向一个刚刚才见面几个小时的外国人的怀抱。很多中国男性拼死拼活，甚至要掏空家里6个钱包才能够换回来的婚恋机会，就这样被本国女生随随便便的免费甚至倒贴给外国人。这样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是真的会逼出很多人的极端的愤怒。所以我说句实话，现在网上很多所谓的男女对立，你如果往深里扒，根子上其实都是阶级矛盾跟经济压力找不到出口，到最后都扭曲变形了。而第二个矛盾才是真的民族主义。当那个乌克兰人宙斯把私密的视频配上那句后来臭名昭著的话，在中国搞定一个女孩比在巴西买一克牛排还要容易，他把这个发到粉丝群的时候，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根毒针一样，一下子扎破了我们这个社会最敏感、最脆弱也最不想承认的那个脓包。那一场席卷中国互联网的风暴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这是一种很矛盾很脆弱的心态，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把女性的身体当作了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延伸，一种象征。在很多网民的潜意识里面，李新石的身体就好像是一块象征性的领土，被一个外国人给征服了，而宙斯那样一种轻佻的态度就好像是百年国耻重演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听起来是完全不讲逻辑，但它就是能够触发一种来自于历史创伤的本能的防御性的应激反应，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 Easy Girl 这样一种标签它对于很多人来说杀伤力这么大，因为它刺痛的不只是李新石一个人，更是这个国家在走向强大的过程当中那样一种长期存在的非常复杂的面对世界时候的心态。那第三个矛盾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咱们中国大学的治理的困境。说白了就是法律上大学生其实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对不对？但是在社会和家长眼里面却总是希望学校能够继续充当监护人。那现实生活当中，只要学生出一点事情，那不管学校有没有责任都好，家长跟舆论都是
一边倒的骂学校管理不到位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学校为了不出事，为了不背锅怎么办呢？就会普遍搞一种保姆式的管理，核心呢就不是教育为主，而是为了控制和免责。那说到这里，我猜肯定会有人说，那这个不就是咱们的中国特色嘛，对不对？但其实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像哈佛这种顶尖的名校，也因为开除学生闹得沸沸扬扬。他们开除的是谁呢？就是那些参加挺巴勒斯坦游行的学生。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了，那怎么没有人去喷哈佛大学不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呢？其实这个问题正好能够帮我们来理清楚，中美两国这些大学其实都在做看似一样的对学生非常狠的开除的处罚的时候，他们骨子里面的底层的逻辑其实是两码事。你看，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大连工业大学，他们嘴上都在说是为了保护一个比个人更大的一个集体的利益，但是这个集体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可能差的就比较远了。如果说哈佛大学的话，他们的逻辑在我看来是一种股东的逻辑，他们的集体利益指的是谁的利益呢？是学生啊、教职工啊、庞大的校友网络，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给学校大笔捐款的金主爸爸们。那所以你想，当学生的这些抗议被这些非常重要的金主跟校友认为是反犹的时候，那这个会直接威胁到大学的钱袋子跟品牌形象了，那学校就必须要出手，本质上就是为了安抚这些非常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他们的股东。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大连工业大学，它的逻辑我们管它叫做是政治社会大家长逻辑，它要维护的集体利益一下子就从校誉飙升到了国格这个层面。那这里的集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学，而是整个民族。那他做决策的动力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为了平息网上那样一种可能会引发政治风险的滔天怒火，赶紧的向社会也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秀一下自己的政治正确。所以你看明白了吗？中美大学开除学生，其实说白了是这些机构为了自保而在规避风险，只不过哈佛大学规避的是财政风险和在精英圈子里面的声誉风险，而大连工业大学呢，规避的是政治风险和在大众舆论里面的声誉风险。那这个对比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大连工业大学的行为，你不能够简单的骂它是观念落后，恰恰相反，在他所处的这个比较独特的政治制度的环境底下，这恰恰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的选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呢？就是一种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安全过关，就把所有的风险跟代价全部转嫁给那个最弱势、最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个个体的理性。所以开除李新石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律处分，这是终极的风险切割。他考虑的早就不是什么教育的人文关怀，而是一所大学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底下的自保的本能。这个我想不光是大连工业大学的困境，也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都面临的一个危机。好了，我们现在理清了阶级、民族跟权力这三股力量，我们似乎已经理解了这场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看起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但如果就只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有点无聊，也不太好玩。让我们来强行上一点难度。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更刺激的角色扮演游戏，我们当一回 CIA 的情报分析师，然后进入本次分析的深水区，就是使用 CIA 的三棱镜情报分析的模型，从这个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个事件。那在任何情报分析开始以前，我们首先需要一份准确的态势报告，不带任何情绪，只陈述关键事实，来建立我们分析的基准线。那时间是2024年12月，地点是中国上海，人物是李新石21岁，大连工业大学在读的学生，宙斯37岁，乌克兰籍已婚的前 CSGO 职业选手。那整件事情是双方在赛事期间会面，并且发生了性关系。行动升级是宙斯事后在自己的私密粉丝群中公开了未做任何处理的两个人的私密影像，并且附带了针对于中国女性的侮辱性的言论。这个是一个关键节点，事件的性质从这个节点开始，从个人的纠纷升级为具有公开羞辱跟群体挑衅性质的传播行为。那后果首先是信息泄露，视频跟截图在全球范围内病毒式传播，
人肉搜索，女生的个人信息全部曝光。校方的反应呢是大连工业大学发布公告，以依据校规当中不能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条款，将其开除学籍。那舆论的分裂，我们看到网络空间形成了几股主要的舆论力量在非常剧烈的对抗跟较量。那当前的状态是宙斯已经安然离开中国，未受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所有的后果实质上全部由女方一人来承担。那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基线事实，整个事件是非常清晰，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那现在跟我一起戴上第一副眼镜，就是信息域分析。在情报界，我们不能只看事件表面，我们要看重事件是如何被叙述和被传播的，因为叙事本身就是战场。首先，宙斯的行为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构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非对称信息攻击。什么意思呢？他用极低的成本，只是点击几下鼠标或者是点几下这个手机屏幕，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节点投下了一枚信息炸弹。这样一枚炸弹利用了圈层的信任跟猎奇心理，迅速完成了初始的引爆。然后呢，厉害的是他的后续言论。一般人为了炫耀，最多只会说我睡了一个很漂亮的中国女孩，但是宙斯他说的是中国女性都是 easy girl。 那这个地图炮是一个重大的叙事升级，因为他成功的将一个可以被定义为个人道德问题的小事儿挟持，并且重塑为一个民族尊严与性别对立的公共议题。那这个就确保了整件事情的传播会指数级增长，因为它触动了最大范围人群最敏感的神经。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信息战的核心。事件进入公共舆论场之后，我们观察到了一场叙事争夺战。主导叙事是民族主义的叙事，那这一股声音是最大的，也最符合官方长期构建的意识形态。它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女生的个人选择，并且将其上升到国格、民族荣誉的高度。那关键词是崇洋媚外、丢脸。那为什么这样一股叙事能够赢呢？因为它最简单，最能够煽动大家的情绪，也最安全。而被压制的叙事是权力与法律的叙事，这是王局的叙事的角度，就是试图将焦点拉回到隐私权的侵犯、性别暴力跟男性责任上。他们试图讨论就是宙斯是否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学校的处罚是否合法。但你们看到这样一股声音在排山倒海的民族情绪面前其实是显得比较无力。那在中国当下的这个舆论环境当中，个人权利这个议题在与集体荣誉的这个对抗当中几乎总是输家。从情报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次信息战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任何想在中国舆论场制造混乱的外部敌对势力来说，比如说美国 CIA 或者是台湾的1450等等等等，这样一次事件呢，其实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可以被利用的素材，因为他们可以放大排外的情绪。比如说拿这个案例说，你看这就是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方式，他们充满了敌意。或者是拿这个事情来攻击中国的人权记录，就比如说他们拿着校方的处理方式说，你看这个就是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的，尤其是他们对待中国的女性是多么多么的差，毫无个人权利可言。而且他们还可以刻意的制造内部的对立，只需要在社交媒体上用不同的马甲同时支持两派极端的观点，这两边煽风点火，就能够让中国的网络社会进一步的撕裂。所以你看，一场看似简单的这个桃色新闻，在信息域里面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多方参与、充满杀机的战争。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这个事情背后我已经有充足的这个证据证明了有 CIA 或者是台湾方面的参与，我这个地方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一个外部敌对势力想要利用这次事件的话，他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那现在让我们摘下信息域的眼镜，我们换上第二副，就是社会域的分析。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次事件如何像地震一样揭示了中国社会地壳板块之间早已存在的深刻的裂痕。我们至少看到了3条非常清晰的社会断层线。第一条就是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这是一场关乎价值观的战争。一方认为
个人的身体和行为必须服务于家庭、社会跟国家的荣誉，而另外一方则认为成年人在私密关系当中的这个自愿选择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不应该被公开审判。那这样一场争论就显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表皮底下，其内核的价值观的冲突依然极其的剧烈。那第二条就是深刻的性别权利的失衡，这个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条裂痕。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典的不平衡后果的模型，男性的加害者这个乌克兰人毫发无伤的离开了，而女性的受害者这个女大学生，她承受了从网络暴力到学籍开除的所有的惩罚。那这件事情以最残酷的方式向所有人展示了，在中国社会，当性别问题与涉外问题叠加的时候，中国女性所处的极端不利的地位。她们不仅是隐私泄露的受害者，还成了维护国家颜面的献祭品。那第三条是青年一代的全球化困境。那这个案例当中的女生其实代表了一大批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生于全球化的时代，渴望与世界的交流，他们拥抱更多元的文化，但是很可惜，他们成长的环境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风险教育跟权利的保护。他们就像一群被鼓励去深海游泳，但是却没有被告知海里面有鲨鱼的孩子。当危险发生的时候，岸上的救生员不仅没有施救，反而指责他们不该游得那么远。那这样一种矛盾将会是整整一代人正在面临的困境。所以其实整件事情是一个压力样本，它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些社会的裂痕上面施加一点点压力，就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震动。而对于国外有心的这些情报分析师来说，这些社会裂痕就会是预测中国未来社会动荡的潜在的爆发点。那最后，让我们戴上第三副也是最关键的一副眼镜来做政治域分析。我们要看的是权力在中国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大连工业大学的这个开除的决定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校级问题，它是一个政治行为，非常完美的展现了中国体制的核心管制逻辑。那这个核心逻辑只有两个字，就是维稳。那对于校方乃至于上级的教育管理部门来说，首要的目标不是教育学生，不是主持公道，更不会是保护受害者。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消除不稳定因素，平息舆论，恢复秩序。这个女生和她引发的巨大的争议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如何才能够最快的去解决它呢？我想不会是去跨国追究这个乌克兰人宙斯的责任，因为这个太复杂，可能会引发外交的争议或者是麻烦。最快的做法是切除掉这个不稳定因素本身，那开除就是一个最快最彻底的切割。而校方的公告里面那句与外国人不当交往有损国格呀、校誉这些字眼，就是理解这件事情的钥匙。它非常清晰地表明，这里的评判标准不是法律，不是道德，而是政治。学生的行为是否有损国格，这个定义权完全掌握在权力手中。那这个就揭示了中国的公权力与个人的私欲之间的这个边界其实是极其模糊的，哪怕是您的卧室，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是国家荣誉的战场。那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带来什么长期影响呢？它会在民众的心中，尤其是在处理涉外事件的时候，埋下一个观念：对内严苛，对外软弱。它会轻视人们对于体制能够提供公平保护的信心，因为他今天可以为了国格来开除一个女学生，那明天就可以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理由和更宏大的利益来牺牲掉另外一个谁。那这个是会让所有人都会思考的问题。那好了，我们今天通过3层分析解构了整起事件。那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那结论就是大连女生事件其实是一次完美的中国社会生态的观测。它让我们非常清晰的看到，第一个就是信息战的新范式。那利用个人的丑闻作为引信，注入民族主义跟性别对立的燃料，就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在中国社会制造大规模的舆论分裂。第二个就是社会的脆弱性，价值观的断层，性别的鸿沟，青年的困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机体上存在的脆弱点，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第三点就是权力的本能，在危机当中，中国体制的本能反应是稳定压倒一切，其手段往往是倾向于消除问题本身，而非解决问题。那个人权利在集体荣誉跟
政治稳定面前，议价能力极其低下。那所以，当下次您看到类似的热点新闻的时候，咱们其实也可以尝试用这3副眼镜，用这个3棱镜的框架去重新看一下，去重新审视，问一问自己在信息的战场上是谁在定义叙事，在社会的层面它触动了哪些深层的矛盾，在权力的棋盘上这个决定服务于谁的最终利益。那今天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看懂新闻的表象只是入门，但是要看穿新闻背后的这个结构跟力量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谢谢。